对，我们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我们的 logo 变了。为什么我们每次说呢，要投资前呢，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 saving， 不然的话，你到最后哦，你就会得不偿失呢。到最后你会跟自己讲，投资都是骗人的啦，投资都是就是亏钱的，只是你用错方法。老的时候我们会很多时候什么状况？身体就是开始会虚弱，然后很多病痛，然后你又之前玩到很爽嘛，去泰国啊，去台湾啊，那边很开心，对啊，你把你那个之前的开心用完了，所以后面的时候你就要尝试的是什么？就要体验的是痛苦哦咯。所以我们不要一下子开心到完，分散，我们要每一年都开开心心的过。今天聊一下，真的是好久没有录今天聊一下了，对不对？对，是这个有3个月。对，因为我们真的太忙了，但是适逢现在是农历新年，好不容易可以找到大家，我们财经所有的主持人，让我们大家坐下来好好的今天聊一下。来，欢迎我们今天所有人，欢迎丽珍，欢迎伟健，还有大家好，我是能杰。那今天聊一下我们要聊什么呢？其实我们要来聊一下我们过去的一年呢，其实我们所有的计划到底有没有达成，然后今年我们大家有一些什么样子新的计划还有想法嘛，对不对？然后也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今年我们财经有哪一些新的想法，那大家可以期待今年在我们这个频道当中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是各位怎么都沉默寡言，都不说话。我们平常不是很好聊的吗？怎么一上节目大家变得这么尴尬？又不知道那个 flow 要怎么样走，我要讲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这是要拜年这好了，我们先来跟大家来拜一个晚年。今天是大年初七，是人日嘛，对不对？好，我们先从丽珍开始好吗？好啦，祝大家新年快乐！你看到晶晶这样子吗？就祝大家财运亨通哦。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平安安。新年快乐，祝大家阖家平安，财源滚滚来。是。我们感觉上好像那种传统艺人，有没有过年的时候的镜头就跟大家拜年，不免俗的啦，不免俗的啦。OK， 虽然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割裂，要走一个形式，走一个形式，我们。但是我的祝福是真的是真心的，因为我觉得平安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健康也是非常重要。是，其实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财源滚滚来，但是我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说，哇，身体健康还是比什么都来得重要。但是也不代表说钱不重要，钱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钱很重要啊，你没钱看病，你也是医不到嘛，对不对？是啊，若生病的话，哈，对，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可能会来聊关于说2025年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做一个更好的理财的规划。但是在那个之前呢，我们重要的，对不对？对，我们也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对，可能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影片的上方已经看到我们的 logo 变了，换了，换新的了。所以我们财经呢要以全新的面貌来和大家拜一个晚年呐。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财经的最新的 logo 呢是以紫色为背景，然后呢以金调为主题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呢在财的那个贝字旁的那个下方呢，财那个撇呢，你是可以看到它转换成一个铜钱了，是不是？讲的真的是太好了，我刚才在想说要怎么跟大家解释然后这个 logo 的新的意象。对，其实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它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财的字的这一点呢，我们把它换成圆形，然后呢把它有一个古代铜钱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出现啊。因为其实财经的财本来就代表着财富嘛，对不对？是，所以这个古铜钱它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寓意，也很好代表我们吧。是，因为我们都是做这种理财教育这一些内容偏多嘛，是不是？所以呢，也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在里面啦。对，而且大家有发现吗？这个铜钱它是圆滚滚的嘛，所以就寓意着财源滚滚来。很好，承你吉言，承你吉言。那另外呢，其实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logo 上面这个古钱币呢，它除了像钱币之外，它还像什么？
海像什么？它其实有没有一点点像一个轮子呢？哦，也对，也对，也对。对，那这个轮子呢，它就代表着它可以带着我们财经继续的向前走，平稳的向前走。我觉得这个平稳很重要吧，就是去年可能陆陆续续世界上都发生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呢，接下来2025年都是能够平平稳稳的，就是大步向前走，这样子是稳中求进最重要。那么当然，除了我们自己财经可以稳中求进之外，我们也是希望说跟我们所有的支持者还有观众一起向前进，因为其实我相信2024年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然后也是非常动荡的一年，充满着不确定性。然后进入2025年呢，其实我相信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前几支影片的话，我们有看到 Kenny Hu 老师，他其实有跟我们说，进入3月份的时候，其实新的一年会越来越好，而且马来西亚的整个国运还有我们的经济是会越来越好的。对，所以我们真是希望真的可以2025年我们可以更上一层楼，然后所有的我们的计划呢都可以达成。对一定可以了，只要有好好规划，所有计划都能够好好完成啊。那其实说到了规划，不晓得大家在2024年的时候，特别是在财务规划方面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因为我们是一个财经频道嘛，所以不免俗的我们就要来聊聊理财这件事情啊。这个财务规划的方面呢，其实我在2023年底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但是很像没有完全的达到。那去年呢？去年有达到吗？我觉得我们先来讲一下好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在2024年本来的那个财务的想象是怎么样，然后这个计划有没有达成呢？丽珍先讲好了。我基本上我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就是该有的基本的我都有了，所以我就是只是要就是在增加，然后稳中，就是求它慢慢的增多这样子。所以我整体上我觉得还满意的，我自己的那个理财的目标。OK，你给自己打几分？我给自己80分吧。哦，还不错，蛮高的。好，当你你看我笑到很心虚，你就知道我在财务这一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啦。因为其实我在2024年呢，我的主要一个财务目标呢，就是我想要买一份保险，一份医药卡。因为其实我到了20多岁，into the late 20s 了，是不是？不过我还没有自己的一个医药卡啦，因为很多人就说，你出来工作你一定要有个医药卡。不过因为呢，我已经是在打工了嘛，有公司的那一个医药保险来保着嘛，然后过后我有在物色医药卡，然后到年尾的时候呢，就出现那个医药保险的那个问题，对不对？是那个涨价的问题，所以我有问很多那些保险经纪啊，他们说，你不如先静观其变，看看有什么新的一些政策出台，然后过后再决定也不迟啦。他就这样子说，所以在医药卡这一方面呢，我是没有做到很好啦，没有达标啦。这一方面，好，这个等一下可以来请教一下丽珍啊，这一方面的目标应该怎么达成？那我自己其实也是有一个目标没有达成的。其实我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呢，我告诉我自己我投资也有在投资了，然后存款呢，其实应该都算是蛮稳健啊，进入一个就是说财务不能说财务自由，但是就是说财务稳健成长的这样子的情况。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做到，就是有很多的理财规划师都说你一定要存一个紧急备用金，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做到，因为我2024年旅行太多。所以你旅行的钱是从这个紧急备用金那边拿出来的，是不是？因为我在这个疫情之后呢，就觉得说哇，疫情几年都困在国内，都不能够出国旅行，所以就疯狂的报复式旅行。我相信很多人都这样，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办法做到存紧急备用金。那如果我真的是发生什么紧急的事情的话呢，我就很紧张了，我就要去卖我的虚拟货币，我就是要去把我的投资理财或者是我的定存就要把它取出来。那据说啦，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理财的方式，是一个很危险的，对我们理财来讲。OK， 好，所以
就我们这样子2个人的状况的话呢，可不可以丽珍请来帮我们解惑？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好好规划我们的这个理财的目标？80分的优等生是，而且他是专业的理财专员呢。对对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真的要好好的去规划我们3个月，至少3个月的那个emergency fund。为什么呢？就是万一真的是发生什么事情，你第一个你想要去买你的比特币，可能第二个你又想要去卖你其他的基金啊、股票等等的东西，可是你发现市场刚刚好在下跌的那个状态，然后你在卖的时候又在亏，价钱不好啊，对不对？对，那卖的时候就会亏，那你就觉得很可惜啊。可是如果我们换个方式，就是你有足够的那一个紧急储备金的话，然后价钱低的话，其实你不会担心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说呢，要投资前呢，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 saving 这样子啊，不然的话，你到最后你就会得不偿失呢。到最后你会跟自己讲，投资都是骗人的啦，投资都是就是亏钱的，只是你用错方法。很多人都是就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没有 saving 的情况之下就去做投资，然后万一真的要用钱的时候他又卖，可是他卖在不对的那个点上，然后就赚少这样子，还是亏，是不是？赚还不用紧哦，最怕的是亏啊。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能姐你可能也是要去调一调自己，就是可能在你的每个月，因为我相信收入方面应该是算是一个平稳的吧，所以我们就能够把整个收入我们知道了是多少，一年的总收入多少，然后我们的那一个就是每个月的固定消费是多少，把它列出来，用1天时间把它列出来，然后再把你的接下来你想要去旅行的费用啊放一个 budget，然后是多少，然后娱乐性的啊，或者是你想要买衣服啊，这些等等换上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就用那个多余的钱慢慢去累积你的这个紧急储备金这样子啦。是，其实你讲的这些呢，我大概80%都有做到啦，所以那为什么年尾还会没有？我跟你讲，就是冲动。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我觉得冲动性消费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克服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对我们这种就是冲动型人格来说，因为有时候就想说，本来就想说，哎呀，比如说这个农历新年我就不想出国了，你们常常听我讲说，哎呀，这个假期我应该就不会出国了，最后放假回来之后，你们又听说我又出国了，有没有？就是常常会觉得说，哎呀。反正人生苦短嘛，那趁年轻的时候去走走咯。对，而且现在又没事，在家里面还有能力的时候啊。对啊，但是我就在想说，这个冲动性消费或者冲动性旅游要怎么克服啊？可是看来也是有讲到一个趁年轻就是因为你年轻有收入，所以你就会觉得讲你不怕，最怕是你老的时候会怨你年轻的自己。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老的时候你没有钱，然后能姐你又单身嘛，对不对？然后没有子女，然后兄弟姐妹可能也不想去打扰，对，我也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对啊，所以到时候真的是你这样子的冲动性的话，10年后、20年后，你会不会怨你今天的自己？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冲动还是要 control 一下。但是有些人就会想说，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嘛，对不对？所以最怕你活到那个时候咯，对不对？而且新年我们就是要激励，一定的可以长命百岁这样子啊。对，是，对。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人就是非常矛盾的，对不对？就是又希望自己可以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但是等到有冲动性消费的时候，又告诉自己说：“哎呀，不要紧了，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这么久啊！现在先享乐再说。”其实真的像丽珍所说的，就搞不好你就是活了这么久，所以我们真的要为自己能够活到80、90岁来做好安排。对，不然的话，等一下你到最后你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就是你那时候老来的生活，你就因为把之前应该保留一些部分给退休了，然后完全又没有去做规划，然后你老的时候我们会很多时候什么状况？身体就是开始会虚弱，然后很多病痛，然后你又之前玩到很爽嘛，去泰国啊，去台湾啊，那边很开心，对啊，你把你那个之前的开心用完了，所以后面的时候你就要尝试的是什么？就要体验的是痛苦咯。所以我们不要一下子开心到完。分散，我们要每一年都开开心心的过。OK， 好。那么刚刚伟健其实他提到的关于这个医药卡的部分的话呢，那有什么建议吗？我觉得 OK， 医药卡的话，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重要啦哈。不管就是你如果是毕业了的话，以前我的大学毕业一出来的第一份工，我就马上去买医药卡，因为我很怕我住院这样子啦。可是如果真的是经济有负担的话，你就要问你自己咯。
你去政府医院你可以接受嘛？就是有时候我们政府医院，如果你有尝试去的话，第一个你要拿 appointment， 要等很久。对，然后你拿了 appointment， 可能你整个过程你要验一个你怀疑可能是有的疾病，可能它需要 treat 你一个半年到1年的时间，你可以等这个时间这样子嘛。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医药卡，我们不需要一下子就买的很负担。就是很多现在我们也听到嘛，医药卡它的就是每一年的那个额度啊，开始来到1 million 啊，3 million、5 million， 我们就以我们自己的那个能力，至少你有那个能力，可能先从那个 annual limit 是一个500千或者是1 million 这样子，然后再慢慢等到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再慢慢的去 upgrade 这样子啦。一定要有，因为不然的话，好像我现在最近我的母亲就有一些状况这样子啊，因为他们以前老人家都不会买保险的嘛，所以用这样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孩子都是变成那个医药卡咯，因为我们就要去给那个费用这样子嘛，所以我们就去私人医院去做一些好像 CT scan 啊，或者是 MRI 啊，拿了那个报告，我们再去政府医院这样子，就能够缩短那个时间啊。可是如果要去做 MRI 要做 CT scan， 其实也是4位数哦，很贵，尤其是那个 MRI 是不是？对对。但是像如果来到我这样子的年纪，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年纪轻轻，可能像伟健这样子20几30岁就开始买医药卡，我已经在这家保险公司，我已经是投注了这么多金钱，但是到我现在40几岁50岁的时候，我还要跟着它水涨船高，这个价格每一年的这个医药卡的费用还要多给，不断的涨价，其实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会觉得有点说不过去。我这个长期保险客户怎么没有一点点优惠呢？这个我也了解啦，因为最近大家也在谈了这个课题嘛，所以我们的政府其实也在做东西。不过我说实话的，就是真的就是有一些老鼠屎，就是我相信我们过去的那些影片下方也有想嘛，我每年的 medical check-up 也是用保险公司，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其实很多人留言都对会这么说。其实 medical check-up 是不可能用到就是医药卡，可是它却用到，所以就是那个机制上有问题啊。所以我们也希望从这次的这样事件能够把整个就是 policy 给完善这样子哦，不然的话我们未来的下一代啊会更加因为医药费而烦恼这样子，我们就是要去减轻这样子啦。而且在我们以前的影片当中也有提到说，大家在买医药卡的时候一定要诚实的申报你的健康状况，你有高血压就要讲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就要讲有糖尿病，千万不要隐瞒，要不然到时候如果被发现的话，得不偿失，1分钱都得不到。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整个那个医疗系统，他们是很容易追踪到你之前是有看过什么病，拿过什么药的，对不对？病史太容易被追踪了。对，不要以为去什么政府的 KK 啊，然后那边没有资料，因为好像感觉全部都是用写，其实没有，他写在那个卡，可是他也是 key 在 system 这样子所以真的不要走这种捷径。所以你会觉得说，即便是医药卡的这一个规划，也最好是来 consult 一下这个理财规划师。我是觉得讲真的是要去找，然后可是真的是也要找对人啊，因为有时候那种利益上他会觉得讲我要卖你多嘛，可是会不会买 over 啊？因为我们每个月到底我们要 allocate 多少钱在这个保险是什么？保障我们的风险，不了吗？虽然只是保障我们的风险了，只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得到一些理赔，可是它并不是一个帮我们去增值，就是存钱的一个工具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钱都纳入在保险，然后到最后你的 saving 都会不足够。好，那么其实来到2025年啊，其实身为专业的理财规划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大家呢？其实有哪一些其实今年的一些理财的项目啊，或是产品啊，是我们大家可以来多多关注一下的呢？我觉得会把它分为新手或者是有经验的啦。有新手的话，我会觉得讲真的是你要去做投资的话，你可能 start with a small amount 小数额，然后去了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呢？很多时候新手会觉得我找个某某经理或者是财务规划师，他帮我处理，我就不去理他了。因为有时候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会不知道。然后当你看到青色的时候，你就很开心哦。可是你看到红色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很多的问号。所以我们在做任何的投资之前，我们先要去做对自己很熟悉了解，人家解释完你了解，然后我们才入场这样子。然后如果对于那些老手的话
那我还是要劝奉啦，就是今年我们还是一个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懂嘛，刚刚美国那边换了政府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不要太过的激进啦，要永远是有一些 backup for 我们的 cash flow。如果有机会，就是一些很好的蓝筹股，然后有低的时候，我们又有机会再入场这样子。因为投资是一个长远性的它也不会是我们今年买了，然后我们年尾就把它卖出来，然后明年我们又再进场，不会嘛？因为价钱是一直都在跑，所以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这样子。所以我们好好规划，有机会我们就进场，没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 keep 一下这样子等待。有时候等待是一个，就是让我们也学习怎么让我们对于市场性的波动是开始会比较沉稳一些，不要好像牛市你就跟着一起冲这样子，然后熊市的时候人家前面卖了，然后你后面卖，可是你是卖的时候是很低的价钱，这样你就在亏了，然后到最后你就会讲我投资这个亏，投资那个，你要一直问如果你经常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投资每次都亏钱，你要问你自己，第一个就是我们看 Isaac 的那边的，到底你在投资前有没有足够的 saving， 3个月到6个月的紧急储备金有没有够？如果有的话，你遇到什么生活上的课题问题的话，基本上你不会第一个想要去动你的投资金额这样子的。然后这样第二个的话，你要问你自己能够承担的风险是多少。打个比方，你要买一个股票，一家公司这样子，然后你在买那个公司的时候，你对这个公司的运作你了解吗？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业务的吗？如果不知道的话，为什么你不要去买你熟悉的一些公司这样子？至少你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你不会因为他的股价突然间的跌然后你会很紧张这样子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风险管理，我们要非常清楚啦。然后第三个是你也要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你 set 了的话，通常为什么去旅行嘛，突然间没钱又可以变出钱出来，因为我们有那个目标嘛，你的那个目标是属于短期的，就你要去旅行，所以你就会好好去帮自己去做规划。这样你的中期目标是什么呢？你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呢？可能长期通常我们都会是可能是 education fund retirement fund 这些是比较长期的。中期可能是买屋子或者是你要 clear 掉你的汽车的 debt， 短期旅行这些，我们很清楚的话，有这些目标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它能够很清楚我们要怎么开始去做我们的规划，存钱存多少的数额，这些都能够很清楚的列出来的。好的，我听到了，丽珍，好啦，请大家监督我今年的农历新年是绝对打死都不会再出国了。然后因为其实我可以建议大家啦，就是不要急着在这个特别旺季的时候出国，可能可以在淡季的时候，可能过了新年之后，其实比如说去泰国或者去韩国、日本就降价了，因为这段时间是特别贵的，机票贵，吃东西也贵，酒店也贵。对，当然日本跟韩国可能除外了。过完年之后，他们可能又有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樱花季等等那些季节都是特别贵的，大家可能都可以在淡季的时候才出国。不过我想到那种淡季好像都是雨季其实也蛮浪漫的啦，这样子安慰自己。好啦，那怎么样？还有什么伟健有什么要问丽珍的吗？其实我想要问的一点呢，就是因为很多人你刚刚有说嘛，就是不如试着找，如果自己不懂得怎么理财的话，不如自己学习，要不然找一个理财规划师来帮忙，看看能不能把他的那个钱好好的分配一下，是不是？不过很多人他们就会心想，如果我找一个理财规划师帮我管理我的财务的话，好像我自己才刚出来打工不久才那10千都不懂有没有10千还20千这样子，就数额很少，我自己手上的那个 cash， 我都不好意思找理财规划师，会不会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呢？其实我觉得不要不好意思，就敢去，因为你就可以好像从中认识一些理财规划师，从他那边拿到一些意见，这样也比较清楚。不然的话就是看书咯。
自学。对，自学，可是自学也是要很小心哦。就是我们在看一些书的时候，最好是为什么会用书本呢？书本通常他们能够影印出来，在大众书局卖啊，或者在一些特定的书局卖的话，基本上那些都是不错的，可以放心的，不是那种guru入是不是？对，但也要小心啊，还是有guru在出书的哦。对，哦，对，大家特别小心。只要我们有请的人，其实8、9不离10都不会是guru的啦。对，因为我们都是会。你看回以前的影片哦，对，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小心有请到一些，但是可能就是大家看我们这一年，特别是2024年开始的，那我们都是非常坚守，特别是理财规划师的部分，还有股市投资的建议，我们都是请有证照的、有牌照的基金经理之类的这一些。对，没错啊，所以大家可以把我们当做一个标杆啦，然后也不要在网络上面乱看影片、乱学这样子，也不要轻易的随便去加入什么理财群组，对，因为现在很多那种 AI 就是诈骗，是仿你的那个脸还是什么，然后就讲哦，我有一个什么黑马名单还是什么的，然后点击那个链接就坠入那个圈套了。你知道连基金经理他们都没有办法预测明天的股市，我在想这些guru 那么厉害吗？他们能够马上预测到给一个理性，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相信。所以为什么我开始提的就是你做你自己熟悉的，如果你真的要买股票，你就去买那些你熟悉的，好像打个比方啊Mr. DIY 啊 Maybank 啊 CMB 啊，这些是我们常常有机会跟他有业务上，这样你知道他的稳定性这样子。不是投资建议，不是投资建议，对，不是投资建议，我只是讲我们大街上可以看得到的一些公司这样子。对，那么说到投资理财呢，其实我们财经在2025年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需要告诉大家的一个计划，就是我们会办一些落地活动了啊。那我们现在在规划当中的落地活动里头呢，其中一个就包括了投资理财。那我们希望这个落地活动呢，我们可以就是顺利成功的把它办起来。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邀请到就是真的合格的投资理财规划师以及股市分析师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投资理财的一些攻略。那当然，如果呢在收看的朋友，你是厂商的话，你想要来赞助我们这个活动的话，也欢迎大家。金主爸爸、金主妈妈，快点来哦！是，都欢迎大家可以来联络我们啊。那大家都可以 email 到这个以下的这个 email 地址，就是 isaac@bfm.my。OK， 那不管你是要跟我们一起合作活动的，或者是你要来赞助我们节目或者赞助活动的，都欢迎大家都可以踊跃的来跟我们联络。所以要留意，我们有任何的新消息，一定要来就是参加我们的活动。是，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的这个财经一直以来都是网络还有社交媒体比较活跃嘛，是不是？而我们这一次就打算要主动采取呢，第一步就接触更多我们的这一些订阅者，还有我们的那一些观众，是不是？对。然后我们的第一个活动呢，就是做这种投资理财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啦，是不是？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其实，在社交媒体他们都一直想要了解怎么样，不过就是在网络上这样子看那么浏览，然后你又不懂它是不是靠谱的，对不对？对。不如就来我们这个活动呢，就一站式就能教大家怎么理财、怎么投资啊，怎么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财务啦，是不是？对，没错。2025年呢，是我们 BFM 财经的活动年，所以我们就到时候在活动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见面咯。OK， 好。那今天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你先开始吧。我没有东西要补充。好了，我是你们的主管，来，我来发个红包给你们啦！来，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收到。好，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好啦。那还是最后呢，就是祝贺大家一下哈，就是希望大家今年都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咯。我们下次见，拜拜。